各位網友，大家好啊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啊！玩書今天再跟大家講一個歷史跟現實非常相關的一個什麼事兒呢？就是斯塔莫到北京啦。那麼斯塔莫到北京啦，現在網上看的視頻很有意思啊。那斯塔莫這個接見儀仗隊，這手足無措啊！李強帶着他怎麼走啊？哎呀，我覺得這個斯塔莫這個到北京呢，這個就像那個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的，那真是摸不到頭腦了，見世面了。哎，為什麼玩書今天講的斯塔莫呢？這個因為這個好事成雙啊。之前卡尼去了北京，那只算一件事兒，是吧？一件事不能概括嗎？哎，歐洲斯塔莫，英國又出面了啊，這個叫聯中抗美。於是乎，真正的這個四國演義就開始形成了。玩書今天跟大家講講什麼叫四國演義啊？要講清楚四國演義呢，首先講三國演義。玩最早的三國演義，注意啊，不是講歷史的三國，講現實中的三國。要說這個三國呢，最早還是從毛澤東開始講起的。跟你講個故事啊，這個。在那個57年那個反右的時候，就是反那個彭德懷的時候啊，這是毛澤東的這個他的這個工業秘書李銳寫的本書，叫《廬山會議實錄》，大家就可以研究看看啊。後來談那個什麼事，就搞彭德懷嘛，當時林彪就開始跳起來，彭德懷陰謀家、野心家啊。但是呢，像那個朱德啊，其他的那個領導人呢，沒有附和，這下毛澤東急了。毛澤東急了之後幹嘛呢？拋出一個《三國演義》來了，一拋出，大家鴉雀無聲，那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哎呀，沒有《三國演義》這個我們這個新中國建立不了啊！毛澤東的原話跟大家這個學一下啊，就是日講我《三國演義》，你們都看懂了沒有啊？那麼傻子啊！彭德懷搞了什麼打那個白團大戰，跟日本人打，消耗我軍實力是吧？還有這個平型關是吧？林彪打的，你知道嗎？日講我，讓日本人占的國土越多越好，這成了《三國演義》嘛？否則我們就那跟咱們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？是吧？讓日本人占的國土面積越大越好，他們兩個越打，哎，我們就从中可以壯大。這個道理你們都沒看懂是吧？這個一盤棋局沒看懂，哎，所以我現在要反對彭德懷，你們跟着我走。這一下鴉雀無聲，大家哎呀佩服，哎呀老毛這個厲害啊！原來抗日是為了這個奪取中國啊，不是真抗日啊！所以後來大家聯想到了，後來日本人後來談到戰爭賠款嘛。老毛就說不要了，是吧？你看日本人感激涕零吶。改開之後，我覺得日本人這個國家還是很感恩的，馬上就是日元貸款、零息貸款、免息貸款給中國，是吧？當年是吧？大批的都多少萬億啊，不知道了啊，是吧？感謝不要戰爭賠款啊，是吧？所以看着沒有這個，共產黨的老毛領導的這個水平高啊，能看清楚三國，哎，南光東夾縫中求生存，拿下了這個中國，你看沒有？老蔣就沒這個水平，對不對？真抗日是吧？就抗到台灣去了是吧？所以說大家要學歷史呀，要學會啊。那麼談到這個《三國演義》談完之後呢，就講一下這個《四國演義》。《四國演義》是指什麼呢？就是現在歐洲，包括英法德加上這個加拿大。玩是加拿大，這是一坨了啊，就是歐洲一坨。中国不用說了，實力最強是吧？軍事實力、經濟實力是最強的啊。我說最強，主要是他这個制造能力最強啊，科技它並不強啊。但是看你制造啊，那個他造船能力那是美國的200倍啊。現在美國好不容易這次川普很高興啊，這個美國這個鋼產量好不容易超過了這個日本多少70萬噸。70-80萬噸嘛，超過日本了，排到第二了。第一還是中國啊，中國那麼1000萬噸，你說怎麼比的？1000萬，這個是幾十萬是吧？就像玩書一樣，我這個是吧？這個巴菲特是億萬富豪，玩書是這個10萬富豪，你這個差得很遠，對吧？是吧？所以中國這一塊，歐洲這一塊聯手對抗誰呢？對抗
美國和俄羅斯未来要联手，哎，這4大國演绎，那越看越有意思。這個看懂了，未來啊，这个歷史啊的發展脈絡就清楚了。這個看不懂，你都沒看懂。所以呢，我要是講一下為什麼到這種程度呢？照理說這個西方東方嘛，這個原來是個二戰之後的局面嘛，是吧？東西陣營啊，這個東方就是中國這個共產國際加上蘇聯這一幫是吧？東方西方陣營就是歐洲美國是吧？是吧？兩大陣營對壘很多年啊，這個冷戰是吧？為什麼現在已經變化了呢？哎，這就要講什麼呢？講到馬氏 1.0 版本和馬氏 2.0。所謂的馬氏就是馬克思 1.0， 馬克思那個 1.0 版本呢，我告訴大家很有市場，就拿到當今事物來講也很有市場。比方說資本家剝削啊，對不對？你看我們都到是吧？你看有時候就是你買東西是吧，強買強賣。你看在中國，你看是吧？又是什麼京東是吧？又是這個什麼這個出租車平台啊，那個抽成很高的，所以很多那個出租車司機就很生氣，對吧？哎，這個資本家永遠是在剝削，哎，這個大家是永遠是共識啊。哎，所以呢，這個當然王叔不這麼看，王叔認為呢，資本的權利要限制，但是更多的需要限制政府的權利。哎，但是馬克思 1.0 就是呢，就資本家剝削，每一個毛孔裡都流着骯髒的這個血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要打土豪分田地，要打倒資本家，要搶奪他們財產，這是馬克思的 1.0 版本啊。好在呢，馬克思那個恩格斯兩個小伙子吧，是吧？一個有錢，一個沒錢，但是他寄養的馬克思嘛，這左派嘛，是吧？很理解，27歲就搞了這個《資本論》出來了，是吧？還跟那個咱們恩格斯的家裡這個呂用這個燕妮好上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又要創新啊，要自由啊，理論啊，咱們這佩服啊，馬克思 1.0 我們都點讚，沒問題啊。好不容易搞個理論嘛，也不容易，是吧？但是呢，這個理論很厲害。哎，得到了老百姓呢是大面積響應，所以當年東歐就是吧，就開始搞社會主義嘛，是吧？後來才知道我們搞錯了，是吧？列寧呢搞了個1.1版本啊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暴力革命，就暴力推翻政權。馬克思只是搞了一個理論，搞了一個《資本論》一大厚本書，是吧？那列寧就我們實戰，哎。所以東宮啊，那個搞啊，一定這個當年那個是俄國已經有議會了，議會是吧？打散我們共產黨人奪權，哎，這是他的這個相當於是 1.1 版本了啊。老毛後來搞了個叫 1.2 版本，就是不光是暴力革命，還要加文化革命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你不僅你要這個肉體上消滅資本家，哎，就是不消滅你要在思想上面。你要鬥私批修啊，鬥私之以閃念，你不能有這個思想，不能冒頭，大家都應該是啊，為了這個國家，為了政府啊，集體主義，哎，那你不能這個有自己的私心，有私心馬上就是敵人，肉體上消滅你，哎，那就不用說了，哎，這是老毛的發明，叫文化大革命，就是他是搞文化革命，從暴力革命到文化革命，就是從了這個 1.1 到了 1.2 版本了。哎，這是一脈相承的啊，所以呢，西方在這個二戰後啊，也沒對這個共產主義、社會主義進行批判。為什麼呢？這左派從骨子裡面，他就希望搞大政府，對不對？集體，對不對？我說了左派的3段論嘛，第一個搞個大理論，你像 2.0 來了啊，就是全球化，搞綠色產能啊，綠能啊，革命。然後呢 ，DEI 是吧？包容是吧？說明這個像過去這個美國是吧？殖民英國殖民是吧？你都殺害那麼多這個當地的印第安人是吧？一說起來幾千萬上億啊，嚇死人的是吧？真的假的？你沒考證啊？反正你網上查啊，ChatGPT你隨時查，一殺了這當年殖民的原罪，所以白人有原罪，所以現在要贖罪，所以要黑命貴嗎？白命就不能貴了。像我們這個黃種人命也不貴，那就是黑人命貴。哎，奧巴馬搞的這個 2.0 版本的馬氏啊，那個也很厲害。現在這個理論啊，雖然這個奧巴馬已經下去了啊，搞不好奧巴馬要坐牢啊，這個因為這個操縱那個選舉啊，是吧？2016年是吧？本來是川普上來，然後他就是吧，然後就說通俄門啊，指責你，哎，然後呢，你想把你搞下來，對，那就是說。
只要反对我的理念的，全是我敌人，那是你死我活，那不是两党政治，那不是民主，那就是你死我活。这就是左派啊，搞高理论的第一步。第二个，大家要团結起來，聽我的啊，打倒對手。第三個就是獨裁，就是我，就跟這個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的東西是一樣的啊，一脈相承，好不好？所以 1.0 和馬克思 1.0 和這個奧巴馬的2.0也是一脈相承，大家聽懂嗎？就是搞全球化，那搞個大東西，那個是很高的理論，那你很難駁倒的。那全球化，全球對吧？共同富裕是吧？你要是全球不行的話，搞個這個就全宇宙，那就是搞的理論上首先站得很高。道德上站得很高，你駁不倒我，然後你要聽我的。集體主義，民主黨內也只有一個聲音，聽誰的？那我是總統，你聽我的；我是議長啊，佩洛西，那聽我的。那一個聲音啊，大家一致啊，不能有任何雜音，有雜音就把它幹掉。你要是保守黨反對我們的，更要幹掉。它就是個道理，蠻簡單啊。所以王書記總結了啊。那為什麼說現在那個《四國演義》跟他有關呢？因為雖然奧巴馬走了，雖然民主黨現在在美國啊，共和黨上台了啊，民主黨肯定暫時受到這個革命遭到低潮了吧，對不對？所以明尼蘇達州啊被抓住小辮子了，拉着這個搞一下鬧一下。現在又選舉，又的富爾頓縣又不是已經開始查了嗎？然後再提出立法，那不能這是查選票，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，那不能查，那一查就露餡了，對不對？那怎麼行呢？對不對？所以呢，現在民主黨在美國屬於低潮，但是呢，在歐洲，在加拿大自由黨啊，那高潮，革命在高潮，歐洲也在高潮，英法德啊，那還是在高潮。你看那個法國，前幾年開這個奧運會，那都是群魔亂舞，你看到沒有？那都是吧，長得胖的、瘦的、黑的，你看這個，我們從人性來看的話，看着不漂亮，但是他認為這是好。那DI 文化呀，包容啊，那就是包容啊，胖的也要上去啊，是吧？不醜的也要上去啊，對不對？他這個理論上你還真駁不倒他，但人性來講呢，看着看着很醜啊，群魔亂舞啊，但有人看着覺得可以啊，但是呢，我覺得這個左派的一套敘事很宏大，但是他們真正做起來就是，假的。比方說為人民服務，對吧？你看那個自由黨也是那也是為人民，那說起來一套套的。但是到疫情期間，對不起，封控，誰要反對，抓卡車司機給抓了，對吧？媒體也就是這個加拿大就是 CBC 啊，對吧？政府出錢，只能講卡里好的，講保守黨的壞話。在美國也是這樣啊，所有媒體啊全是這個民主黨的，那川普全部是反對。你看我最近看那個報道說，當時那個美國 CPI 就是通貨膨脹6%，那表揚那拜登那不容易，從6.2%降到6.1%，那點讚那厲害。川普現在搞到2.7了，2.7他又挑戰了，那2.7這個不好的，他就完全可以睜着眼睛說瞎話。他從他的媒體到黨派到政治領導人，全部一套都假的，他說一套做一套，說的很好，但做的完全是齷齪。這是左派的一貫套路，連老毛都就反那個民主黨，所以為什麼大家說現在川普看那個俄羅斯看得還反而順眼呢？俄羅斯的普京是獨裁，是侵略烏克蘭，那就侵略了，就獨裁了，但是呢，他說一套，他就做一套，他是起碼是這個知行合一的。歐洲不一樣，那反對的俄羅斯，那同時又買俄羅斯石油。又要買美國的武器支援烏克蘭，你們又要搞些回扣，自己揣着口袋去了，這就是左派，卡尼一樣的，斯坦默一回事兒，是吧？馬克龍那更是回事兒，所以現在歐洲呢，他們左派看左派的，起碼是惺惺相惜，都知道通的。為什麼達沃斯這個論壇開了幾年會，就說達沃斯當地這個性服務，那就是翻了幾千倍的這個1000幾千的這個上漲，所以那幫那個什麼所謂的精英吶，開個會啊，那齷齪得很啊，就跟那個比爾蓋茨一樣的是吧？最近不是這個愛博斯坦檔案出來嗎？比爾蓋茨是吧？得了跟俄羅斯妓女搞了之後得了性病之後要什麼？他要買，他是不是傳染給他老婆了？
所以要買抗生素，要找這個愛博斯坦要抗生素，是吧？這個又抖出來又把這個比爾蓋茨這個是吧？這個偽包裝又把它拉下去了。克林頓就不用說了，對吧？當年萊溫斯基都已經抖出來了啊。所以民主黨，所以他們這都是一回事兒，左派啊，就是那個說起來宏大叙事，但是都做着齷齪的事啊。但是呢，王叔先說回頭來，這個 DEI 版本就是奧巴馬的馬克思 2.0， 這個也蠻厲害，大家都被洗腦。哎，那你看談起來這個全球休兵亂了，是吧？那怎麼辦呢？那要救這個地球啊，那你要聽我的。哎，所以他现在不什麼這個搞什麼風能、太陽能這些能源呢？有的專家說，這個能源的這個儲備、運輸這個成本比那個一般那個其他的老的這個能源了兩倍。哎，就是說你發一度電，原來需要這個5毛錢，現在需要1塊錢。你不管怎麼搞，買設備啊，占地方啊，都要花錢。這整個是個大騙局。被川普揭穿了，你看他說你們的中國搞的這個風力發電機，然後到那個風車，哎，看着蠻漂亮啊，哎呀，全是中國買給你們的，是吧？你們那個傻子啊，真是傻子，搞得像德國、法國，他們現在能源電價非常高，用不起，老百姓用不起，就這麼回事啊。這是左派的套路啊。但左派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什麼呢？凡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你看，美國民主黨的敵人是川普。共和黨，对吧？那麼中國又是美國的敵人，那對不起，那就是中國就是民主黨的朋友了。哎，現在這個包括那個克林頓是吧？現在又就是要號召要到中國去了，是吧？這個歐美不是歐洲嗎？不去了嗎？哎，那我要個聯中抗美，就是歐洲啊，就聯中抗美。那美國，那你這一年的話呢，美國的北約就要解散了，打散了，对不對？那怎麼辦呢？是吧？那我只有聯俄了。所以，川普啊，這通俄門看來是真要通神了啊！你看这個，我們看看這個正好這個試金石啊，這個在格陵蘭問題上面，大家看出來嗎？歐洲俄烏戰爭打了4年，歐洲沒有派一兵一卒到烏克蘭幫忙，對吧？只是給武器給錢。但是川普說我要拿格陵蘭，歐洲馬上派兵啊！當然只有象徵性的啊。據說有30-50人去了格陵蘭，他馬上派兵去了。你看到沒有？誰是敵人？誰是朋友？這不是一目了然嗎？歐洲是美國的敵人。哎，並且相反，俄羅斯那個普京還說了，這個美國要占這個格陵蘭，還是有他的道理。有什麼道理呢？實際上很簡單，美國它有軍事基地在格陵蘭，美國占格陵蘭的目的不在於稀土，那個稀土不好開採的格陵蘭上面，中國已經去了好幾個公司，搞得也是不了了之。它個凍土啊，大概很難開挖，沒這個技術啊。中國不是好幾公司去了格陵蘭搞那個礦產資源嘛，還澳大利亞合作之類的，它也沒搞成。所以美國現在是吧？美國有那麼多土地，有那麼多的資源，還不在乎這個它的稀土。再有什麼地方？戰略要地，上面搞一個導彈發射架，以後他打中、打俄、打加拿大，那很快。相反，那個地方只要被中俄占住了，那打美國也很快。他那個地方是是吧？一個球的最上面嘛，對不對？打上去這不用跨大西洋，不用跨這個太平洋，對不對？那也很快的打，就多了個效率，可以節省，據說是幾分鐘時間。我的導彈打你，我少幾分鐘；你打我的要多幾分鐘，就那幾分鐘，我的反應時間足夠了。以美國的軍事實力來看的話，這才是關鍵。所以你看格陵蘭，這就是試金石。到底誰是敵人，誰是朋友？王叔的觀點就是，歐洲是美國的敵人了。之前王叔講過視頻，他已經被綠化，就是伊斯蘭化和赤化，就是大政府共產黨社會主義這套東西，對不對？卡尼對吧？社會主義，搞福利是吧？然後呢，把收稅啊，跟富人收稅，那富人就都跑了，都走了，該走就走了，就像美國加州一樣，該跑的跑都是吧？你收稅，人家富人不傻，走了啊，我到這個紅州去，對不對？那當地之後越來越貧窮。
我的很多朋友現在在加拿大的这個不是在美國的加州的，那活不下去了，房東收房租收不上來，怎麼辦？有的靠房租的老人是吧？那收不上來了，那這房子砸上去了，人家打多少分田地呢，很厲害的，這個2.0的很厲害的啊，所以大家啊多聽王叔的頻道，關注一下這個事件啊。現在全世界4國演繹就是歐洲、中國。這算我們把歐洲加上加拿大，我們把它算成一個國，你一個套理念吧。中國這是2國，俄羅斯一個國，美國帶着南美洲的小兄弟，小兄弟這邊他肯定要搞定，他不搞定後院的話他更麻煩，所以現在要對委內瑞拉動手之後，下步要對古巴，再动下手，把古巴整熄火，把后院安定好。他來想啊，所以新的這個4國演繹。我們看歷史啊，2戰的時候，英國獨木難支，聯合了這個美國和俄羅斯，打敗了日德。現在的日德就是現在的歐中，或者叫中歐啊，就是當年的日德。那麼美國呢，來聯合俄羅斯來抗衡。如果俄羅斯再站過去了，那美國那就是真正獨木難支。你看嘛，歐洲加上俄羅斯加上這個中國，那美國怎麼打得贏呢？所以美國現在也是可憐兮兮的，就只把第一島鏈守住啊，想把台灣日本這個守住，別的也不敢染指。說句實話啊，好在一些最近那個什麼巴拿馬運河的有看到好消息是吧？把中國那個說作廢了，這個也很厲害啊。目前還能夠抗衡啊，蠻有意思啊。4國演繹正在。原來的3國演義版正在升級啊！大家關注王叔的頻道，我們繼續觀察美洲，觀察歐洲，觀察世界局勢。以上講的不對地方，請大家和王叔互動，打在屏幕下方，謝謝大家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